它被称为中国百慕大，蕴藏着许多无法解释的神秘现象。据相关资料统计，1000多年以来，至少有数千起船只在此离奇失踪，其中甚至包括载重2000多吨的大船。更为诡异的是，凡是离奇沉没的船舶，无论科学家如何打捞，就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怎么也找不着，是大自然一桩悬而未解的谜案。它就是中国最为神秘的魔鬼三角洲鄱阳湖。本期就随老烟斗鬼故事视频一起进入神秘而玄奇的鄱阳湖老爷庙之谜。老爷庙水域位于江西都昌县多宝乡，南起松门山，北至星子县城，全长24公里，是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连接赣江出口的狭长水域，素有聚五水一湖于咽喉之说。水流湍急，恶浪翻滚，沉船事故常常发生。据悉，于1945年4月16日，侵华日军一艘2000多吨的运输船神户9号，装满了在我国掠夺的金银财宝和古玩等，顺长江入海回日本。谁知船行驶到鄱阳湖老爷庙水域后，就无声无息地下沉了。船上的200多人没有一人逃生。驻九江的日本海军派出了一支优秀的潜水队伍来到老爷庙，这里水深最多才30多米。但谁知潜水员下水后却有去无归，只有一人得返。他脱下潜水服后，面色苍白，说不出一句话来，接着就精神失常了。为此，在次年夏天，国民党政府曾邀请美国著名的潜水打捞专家爱德华·布尔顿博士到老爷庙水域打捞神户号，可历时数月，耗资上百万元，不仅一无所获，还失踪了几名队员。对此，从爱德华到队员全部3缄其口，未透半点口风。40年后，波尔顿博士的回忆录在联合国环境报上发表，其中一节首次披露当年找寻神户号的真相。那天，他们在水下大约搜索了1000多米时，突然呼的一声，一道刺眼的白光向他们射来，湖水剧烈晃动，耳边传来刺耳的怪声。爱德华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被一股力量牢牢地吸向漩涡。他感到头昏眼花，逐渐地进入麻木状态。所幸这时他撞上了一块礁石，慌忙间他紧紧抱住礁石。这时他看见一道长长的白光在湖底翻滚游动，同他一道下水的几个同伴被白光裹挟着一路翻滚而去，消失在了漩涡之中。后来虽经由打捞队反复搜寻，但却没找到一具尸体，恍若凭空消失在这个世界一般。根据相关资料统计，自从上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不到30年的时间里，就有200多艘船只沉没。仅1985年，在此史料记载和流传在民间的传说故事中得知，落星山和隔岸遥遥相望的是星山，同是2000多年前一颗硕大的流星坠毁于此而形成的。
另外，据说在70年代中期，曾有人在鄱阳湖西部地区目睹了一块呈圆盘状的发光体在天空游动，长达8-9分钟之久。当地曾将情况报告上级有关部门，而有关部门未做出建设性的解释，因此不少人大胆猜测，认为是因为飞碟降临鄱阳湖老爷庙水域，像幽灵在湖底运动，从而导致沉船不断。为此，于1984年9月，江西省组成探险队深入凶险水域老爷庙水域考察。这支考察探险队由自然、气象、地质专家和有关科研人员组成，在老爷庙附近设立了3座气象观察站，以测试老爷庙周围地势、风力等诸多自然环境因素。据研究调查了解到，老爷庙水域乃至5条河流的汇聚点，寻常水流相互混杂，水流的方向极为紊乱，并且老爷庙水域的西北面傲然耸立着庐山，其走向与老爷庙北部的湖口水道平行，离鄱阳湖平均距离仅5000米。当气流自北南下，急刮北风时，庐山的东南面风软，使气流受到压缩，气流的加速由此开始。当流向仅宽3000米的老爷庙处时，风速加快，狂风会怒吼着扑来，由于风大浪大，波浪就会形成巨大的冲击力，从而导致船毁人亡。至于沉船找不到尸骸，则是因为水底有一层厚重的淤泥层将船只淹没了。对此你怎么认为呢？你觉得哪种可能性更大？最后，想要了解北纬30度更多内容，可以关注老烟斗官方公众号老烟斗，回复30，老烟斗带你详细解说北纬30度的神秘诡异。下一期，传说中美国官方唯一承认的灵异事件——贝尔女巫之谜，不见不散。